第3节，拨通心理咨询热线，迎来走出抑郁的转机。隔绝了原生家庭的负面环境，加上自我调节，我的状态慢慢好了起来。2010年的秋天，我努力逼迫自己走出家门，找了一份在私立学校里当老师的工作。为了方便在办公室喝水，我买了个塑料水杯。谁知道就这么一件小事儿，又引发了我和爷爷的矛盾。家里有那么多搪瓷杯，为什么非得再买一个？爷爷你不懂，现在都不实行那种杯子了。你就是虚荣败家，看别人有自己也想要，过几天不喜欢又扔掉了。我不会这样，你不要误解我。你还顶嘴你，滚，白养你了。我不服气，大声反驳。爷爷气得丢掉了拐杖，拿起水杯把里面的热水泼到我身上。激怒爷爷后，我和家人的关系彻底崩坏，再也没法在家里待下去。到第2天，我辞掉工作，坐上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买完车票，我当时身上只剩下37块钱。到了省城以后，我又一次的急性抑郁发作，给心理咨询热线拨去了电话。电话的那头是一个年长的男人，我怕他不靠谱，就问了几个心理学常识问题和几个很刁钻的咨询难点，听他对答如流，我才放下心来。和老师的这次相遇，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转折和救赎。历时半年，他用他深厚的心理学功底为我做了很多事儿。他告诉我什么是自己，什么是原生家庭，自己和原生家庭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和原生家庭和解有怎样的意义。他让我明白，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我的走投无路，可能正好是别人的绝处逢生。要看到全局，不要陷在自己的苦难里。他送给我很多书，让我看看已经走出来的智慧的人是怎么做的。我看到很多人甚至经历了比我更大的苦难，之后又是怎样通过这些苦难塑造了更好的自己。老师说，这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学会用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眼界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困扰。他也教了我一些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能让自己静下来的方式，用格式塔心理学、冥想、有规划的运动、绘画静心、音乐治疗。他让我试着把抑郁症当朋友，然后跟他好好玩耍。有一天，老师对我说，我的心理学功底和这段时间的调整已经足够我自己解决抑郁症的问题了。我可以试着去跟这位伴随我多年的老友说再见了。当晚，我静坐一夜。我把对自己来说很痛苦也很重要的成长经历重新在脑海里过了一次，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和理解他们。我试着理解父母，理解爷爷，理解伤害我的人。我寻找自己可以说得上是惨祸密布的童年里，还有什么珍贵的经历和成长的宝藏是我不知道的。我和过去的一切一一道别，然后接受那就是我的一部分，引导自己爱他们。过去的经历像是一场梦，我告诉自己该醒了，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并且去关爱过去的自己。我感恩一切，也饶恕一切。痊愈之后，老师向我发出邀请，他觉得这次成长历程是我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经历。他看好我，说我似乎天生是做心理咨询师的苗子。他邀请我去他的机构试试做助理咨询师。也许是因为我久病成医，我对抑郁症的了解比很多咨询师都深入，又或许伤痕累累的过往确实是我的独特优势，我很能理解来访者的心理状态。
那段与抑郁症大战800回合的日子，让我太清楚地知道怎么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回到人生的正轨上去。2011年冬天，我迎来了自己生平第1次独立咨询。来访者是个13岁的女孩，所患的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抑郁症。那个孩子很漂亮，大眼睛，长睫毛，高挺的鼻梁，蛋白一样的皮肤，还有一头顺直的黑发垂到腰际。她进来以后就坐在那儿安静地看着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美丽恬静幸福的小孩。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她手里拿着的那本书是苏菲的世界。那本书看似是一本小说，其实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成年人也未必看得进去，她却看得津津有味儿。我打开了出诊登记表，知道她叫苏娜，13岁，中度抑郁，有咨询史，因抗拒与咨询师交流，拒不配合治疗，2次咨询无效。8岁，母亲自杀，5个月前与父亲关系恶化，出现自残行为。信息不多，我有理由怀疑填表的监护人出于家丑不外扬的动机，隐瞒了什么关键信息。于是我决定先跟他聊一聊，建立一个友好的开始。第1次见面，坐下简单介绍以后，我问他要不要喝奶茶，他却眼神直直地看着我说：你刚才用喝水缓解了自己的紧张，并且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职业一些，特意穿了西装。但你平时应该不穿高跟鞋，我看你走路的姿势很别扭。你平时应该也不大爱化妆，口红都没涂好。头上那个摄像头我也看到了，我想你是个新手咨询师，而你的督导现在正在通过这个摄像头看着我们。如果你出现什么失误或者搞不定的情况，他会来帮你。我爸爸找了很多大专家，都帮不了我。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姐姐，又能为我做什么呢？这是个我万万没想到的开场。但我知道，孩子们只有在没有人疼爱的时候，才会变得超前的老练和懂事儿。在缺乏家庭保护的前提下，人会本能地提升自己的心理年龄，这样才能在没人关照的时候，在那些不是这个年纪应该去承担的种种压力中存活下来。那我该怎么打破她坚硬的外壳，去帮助到这个小女孩呢？这是我当时最大的问题。